大家好，我是冯律师。今天我们想给大家说一下美国政府最近颁布的2个对 STEM 专业学生利好的政策，可以说在工作签证和绿卡上为 STEM 专业的学生大开通道。听完这个视频，你会为你选择 STEM 专业感到非常幸运。如果下一届政府不是拜登继续连任的话，那么这个政策也有可能会有变化。所以说现在还在 STEM 专业的学生抓住这个黄金窗口期，把你的工作签证和绿卡能够顺利的完成。欢迎来到文美脸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获取最新视频哦。首先说一下工作签证，除了 H1B 之外 STEM 专业的学生还有哪些选择？大家都知道 H1B 的中签率非常低，去年甚至跌破 28%。那么 STEM 专业尽管有36个月的 OPT， 但是这36个月似乎并不足以让 STEM 专业的学生能够拿到一个 H1B 签证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拜登政府打开了 O1A 工作签证的大门。O1A 呢是留给在领域内有杰出贡献的申请人的工作签证，和 H1B 相比呢 ，O1A 不需要抽签，可以永久性延期，也就是说，只要雇主有工作 job offer 给你，你可以无限制的延长你的 O1A 工作签证，不像 H1B 只有6年的工作期限。再一个呢，就是 O1A 没有最低工资的要求，对于雇主来讲，财务上的负担要小很多。然后 O1 的签证呢，除了对于科学、商务以及对于艺术和体育界的人才都是适用的，它涵盖非常广。那么 STEM 专业毕业的学生呢，在新政策之前呢，是很难达到 O1A 的要求的，因为它是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才的工作签证。那么现在的新政呢，可以说把这个门槛降了非常多，可以说是为 STEM 专业量身定做的一个 O1A 的一个标准。这个标准呢，并没有改变 O1A 的要求，但是呢，移民局内部呢已经扩宽了可以接受你满足 O1A 要求的一些证据。比如说 O1A 的学生是不可能有国际或者是全国性的学术类的奖项的。那么在这之前，这一条标准是很难达到的。但是现在移民局扩宽了这一条的要求，你如果有 STEM 专业的 PhD 毕业证，或者是你有 PhD 期间的奖学金，那么奖学金都有可能满足这个奖项的要求。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。如果你想知道你的条件是不是可以考虑 O1A 工作签证，可以给冯律师发简历进行评估。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绿卡方面的通道。EB2 NIW 绿卡呢，是不需要在美国有工作 job offer， 不需要在美国有雇主支持，你人在美国或者不在美国都可以申请的一类绿卡。对于中国大陆出生的人来讲，前后的时间是3到4年左右，你就可以拿到绿卡。因此这个类别呢，对于 STEM 专业的学生现在是大门敞开。那么如果你有了 STEM 专业，特别是 STEM 专业的 PhD 的学位、博士学位，那么基本上移民局量身定做的方案是，你凭借这个 PhD 的学位，你可以满足 NIW 项下的3个要求。同时移民局还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，如果你能找到政府部门或者和政府合作部门给你的推荐信，这个推荐信可以推荐你满足 NIW 的3项要求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有一个博士学位，并且如果你可能拿到政府部门的一个推荐信，基本上 NIW 你是10拿9稳了。如果你想知道 NIW 是不是一个合适的类别，对于你来讲能够取得绿卡的话，也可以给冯律师发你的简历进行评估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黄金窗口期，对于 STEM 专业的学生来讲，拿到工作签证和拿到绿卡在此一搏。我们知道美国的移民签证，它是根据美国不同的政府的政策有非常大的变化。那么从上一次的川普政策，希望所有的外国学生都回自己的国家，到现在拜登的180度的大反转，我们也清楚，如果下一届政府不是拜登继续连任的话，那么这个政策也有可能会有变化。所以说现在还在 STEM 专业的学生抓住这个黄金窗口期，把你的工作签证和绿卡能够顺利的完成。谢谢大家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，可以分享，可以点赞，可以订阅，谢谢。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，那就帮我们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吧。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。